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又要来读一下六祖坛经哈，每天读经5分钟。那我们来继续之前的进度哈。我们上一集跟上上一集都是在读慧能的诗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哈。那上一集呢，我们还去看了一下《圆觉经》里面有一些圆觉经》里面的原文呢，它也是在提到这个身心哈。因为第一句就是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嘛，第二句神秀说心如明镜台。那六祖慧能的诗句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菩提自性就是生命的本来面目，不是像大家所想的这样有一个物质的肉体，或者是有一个能够思维、能够分析的这个意识心哈。其实呢，生命的本来面目跟智慧的本来面目呢，不是这个身，也不是这个我们所认为的大脑思维心，都不是。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说，菩提自性呢，它虽然没有物质的身体，可是其实这个菩提自性呢，才是生命的本源哈。就是所有的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佛经有说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各式各样的众生呢，其实他们的生命力都是源自于菩提自性。有一个譬喻啊，就是菩提自性就像摩尼宝珠一样，就是一个发光体的来源。然后呢，这个发光体的来源照出去之后呢，透过不同的滤镜呢，产生出了不同的颜色。那这个就是譬喻说，我们的眼睛能看，眼、耳、鼻、舌、身、意的功能，虽然说看似有不同的功能，然后呢，看似呢，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不同的生命种类，其实呢，这个源头呢，就是摩尼宝珠譬喻的这个源头，这菩提自性呢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我们后天以为说生命有很多种类，有动物，有植物，有细菌，有微生物。然后呢，每一个物种呢，又有我们每个，比方说我们是人类，我们是人道，那每个人又长得不一样，有不同的肉体。我们后天呢，看似每一个生物有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呢，佛经里面呢，明点暗示是告诉我们说，生命的本源呢，就是所有这些众生生命力的这个源头呢，其实呢，它是没有物质实体的。同时，不仅仅呢，生命的源头没有物质实体呢，同时呢，智慧我们很多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很有智慧的人，我们都在思考说，生命从哪里来，还有思考说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智慧，人类这么聪明，人类的智慧到底从哪里来？那如果根据慧能这个诗句所说的话，生命的源头呢，跟智慧的源头呢，他都已经回答了。其实生命的源头和智慧的源头都是同样的源头。换句话说，一切众生的生命力和一切众生的智慧的源头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生命的源头和智慧的源头，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身体和这个大脑思维心并不是这样的。上次我们引用了《圆觉经》的经文也提到了，这个身、肉体身还有心呢，都是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然后呢，有了这些眼耳鼻舌身意跟外在环境互动之后呢，产生六尘缘影其实这个身心都不是生命的本质包含现在我们科学发展，不管是量子力学还是所谓的元宇宙、虚拟实境的概念其实就让大家慢慢的去反思说，虽然说我们感觉到物质肉体还有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的讯息，但是并不能够排除这些讯息都是模拟而来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具体的说都是假的，就是说
我们只能譬喻，就是说，有的人譬喻说，就像在看电影一样；有人譬喻说，就像在虚拟实境的世界里面；有的人譬喻说，就像在游戏世界一样，就大家自己去体会。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呢，六祖慧能还有历代的开悟的祖师都有说，包含佛陀在佛经里很多的经典里面都提到哦。你看《金刚经》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这个凡所有相呢，它就指的包含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还有呢，知识上有法相跟非法相。所以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指的就是我们人我的个体，还有整个大环境。那法相指的就是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智慧。那凡所有相呢，皆是虚妄，所以就呼应到这边哦。菩提本无树，生命的源头并不是物质的实体，生命力的源头不是物质实体的存在。然后呢，智慧的源头也不是我们这个思维心哈。再来后面这两句其实是在呼应前面这两句，本来无一物指的就是在它这一句话对应的就是菩提本无树。就是说，菩提自性呢，这生命的源头呢，本来呢，本无树，本来就没，而且本来无一物，它本来就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这种有物质实体的某个东西。那这句何处惹尘埃呼应的也是这个明镜亦非台，它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思维心、第六意识心。真正的般若智慧，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能够思考的大脑，智慧的来源跟创意来源都不在于此。而且呢，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心呢，还有包含我们的潜意识呢，是会受到我们的，比方说环境，比方说原生家庭，比方说出生就带来的这种个性，我们说的这个人格特质，潜意识里面这个人格特质，有的人是活泼，有的人是外向，有的人是内向，有人是很好动，有的人是比较文静。这种人格特质记录在潜意识里面，会随着原生家庭还有我们的成长过程、后天的环境，环境真的影响一个人很大。你看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些潜意识会受到外在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可是呢，何处惹尘埃这句话就是对应到这个明镜亦非台。他说呢，我们真正这个般若智慧的源头呢，它赋予我们有智慧的能力，有思考能力，可是呢，它本身不会受到后天的这些环境影响而污染。如果用这个比喻来说的话，这个般若智慧就像太阳，它是在太空中，然后呢，我们的思维心跟所有的潜意识当中的这些，习性啊，这些人格特质啊，还有我们这些记忆啊的记录呢，它是在地球上。地球上风云变化，就像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念头起起伏伏。可是呢，般若菩提自性，它就像在太阳一样，它不会受到地球上的染着。所以本来无一物是在形容这个菩提自性，然后呢，何处惹尘埃是在形容这一句明镜亦非台。但其实菩提自性跟般若智慧源头是相通的，同样的源头。换句话说呢，生命的来源跟智慧来源是同样的源头，但这个源头是没有物质实体的，而且呢，这个源头它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大脑思维心，它是超越肉体身心的。肉体身心只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还有六尘元影的聚合而成，它不是生命的本质，也不是智慧的本质。智慧的本质呢，它是没有物质实体，而且它不会受到后天潜意识这些环境和原生家庭的熏陶。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菩提自性，这个般若智慧是所有众生本自具足的，只是我们后天被这个肉体，还有被这个第六意识心占了主导地位，而忽略了、迷失、忘记了我们生命的本源是什么，忘记了智慧的源头是什么。而六祖慧能他在听闻《金刚经》的引导之后，他悟到了、发现了生命的本来面目和智慧的来源是什么。而
这件事情呢，促使他来到黄梅县东禅寺来找五祖弘忍做印证，而这件事情呢，也体现在六祖慧能，他是一个没有读书、没文化的人，可是他却能够有大智慧，能够明白这些，即使是像神秀的这些大修行人，他都没有办法掌握到生命的本质。可是六祖慧能却能够在没有人教导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明白哈。所以说，这种种的一切都是呼应的。就是六祖慧能呢，他透过这首诗句已经表达了菩提自信、般若智慧、生命本来面目的状态。但这个东西呢，神秀是不明白的，因为神秀他还着重在身体这个肉体上修炼，还有着重在这个第六意识心上面呢，去要把念头给清净下来。所以说，那个神秀说呢，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嘛。时时勤拂拭就是呼应这个肉体，我们有种种欲望，所以要戒定慧。然后呢，勿使惹尘埃啊，就是说变成有善有恶，诸恶莫作，就是不好的念头我们就不要做，然后好的念头要保持。可是这样子呢，在肉体身心的层面上修行呢，还是不能够找到本来菩提自信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处。虽然两首诗句看起来很像，但其实所描述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聊到这边，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下去哈。